我的生活周遭都是那些同志兄弟姐妹。了解你妈妈那时候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因为她在基督教里面，太多教会里的人告诉她这些事情，让她很难不接受教会里的观念。Hello，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我是你们陈老师。今天的来宾是万君。Hello， 大家好，我是万君。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今天要来讲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他是 gay 的这件事情。不是，讲错，是他哥哥是 gay 的这件事情。我高中的时候，我爸爸是有在我们出国的时候，把我跟我小哥叫过去，然后跟我们讲说，你哥最近说他想跟男生交往试试看，那你们先不要跟妈妈讲。然后那是第一次听到，可是那时候还高中，然后也其实这个时间点是在我那个高中的好朋友跟我出柜前，但我没有太当回事，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对这件事情其实超级陌生的，就是从来没有人跟我讨论过。但当我大哥正式跟我出柜的时候，是我大二大三，已经读北医大2-3年了，就是我的生活周遭都是那些同志兄弟姐妹，你知道吗？天天腻在一起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已经稀松平常。我很好奇是为什么你哥哥要先跟你爸出柜啊？为什么没有先跟你妈出？因为你说你爸爸第一次跟你讲的时候，他说你妈妈还不知道。对，他说请你们先不要跟妈妈说。因为妈妈是比较虔诚的基督教徒吗？对，大哥在美国，我隔了2年没见到他吧，他找我去一间酒吧，然后我终于可以喝酒了。就是以前我前2次去美国都是全家人都可以喝，而且21岁才能喝嘛，终于满21岁，第一次可以喝，他直接带我去酒吧，然后我们去唱那种酒吧 KTV， 然后点酒，然后2个人喝，然后畅聊，他就聊到说，我现在交到第几任女朋友。我就跟他说，现在是他问你交对，他说交了几任女朋友啊，万君。我就说我现在交到第4任女朋友。我就说没有怀疑你是 gay 啊。没有，那还真的蛮令人惊讶的。我就反问他说：“那你呢？你现在交第几任？”然后他就说：“男生女生都有。”说那男生几个？可是你心里已经有准备，说他可能是喜欢男生的那时候。就是好像就是那一瞬间，我要问这句话的之前，就是心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好，所以那次你跟哥哥见面，你终于跟你哥哥亲口聊到说他有男朋友这件事情。对，他跟我讲说他现在比较喜欢男生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在跟我出柜了。然后我觉得还好是这个时候听到，就高中听到可能会很 shock 吧。可是大学听到，我反而有种很温暖的感觉，就觉得这么久没见，可是我更了解我大哥了。然后那时候我那天跟我大哥聊完，我们从酒吧走回家的路上，他就说这才是跟兄弟聊天啊。我觉得哥哥如果真的能跟弟弟畅谈他的性倾向的话，也是个蛮好的事情。就把你们2个的关系又更拉近了一些。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想到是我高中那个社长，他就跟我聊过说他跟他姐姐出柜的这件事情。然后那天我大哥跟我出柜，我终于体会到这种感觉了。我听起来是很温馨啦，因为一个同志家有出柜真的不容易，然后跟弟弟啊、父母啊出柜都是要经过蛮多的历程的，是，所以你哥哥其实做了一个蛮好的示范。我很好奇，你哥哥现在是结婚的还是单身？他在去年2024年的年底结婚了。那是跟美国人吗？对，一个很可爱的白人。我在前年还是大前年就看到他们已经交往大概2年快3年了。在2023年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有邀请他们来台湾过年。就还在没有结婚的状况下，先来台湾看一下。对，台湾过年。但是在那之前，我爸爸已经去美国找过他们玩了，所以算是有一起出去美国的各县市旅游这样。爸妈已经接受他们是情侣关系了。对，已经接受了，但中间还是有发生一些很好笑的小插曲。可是在他们2个交往到最后要结婚之间，我爸妈从来没有因此闹过任何一次家庭革命，或是对我大哥生气，或是叫他们分手，从来没有，就是没有用任何情绪性的勒索或是攻击我大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我爸妈很难能可贵的事情，因为毕竟是跟他们观念差异如此巨大的事。个人我了解你妈妈那时候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因为她在基督教里面，太多教会里的人告诉她这些事情，让她很难不接受教会里的观念。甚至我们之前牧师，前一任牧师有带一些人去参加反同大游行。我知道，所以对妈妈来说，要接受自己的孩子，真表示妈妈真的是爱这个儿子的啦。我可以了解教会里的人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这么有反感，或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的痛苦挣扎。我觉得他们的过程也是我们应该要体会、跟体谅、跟接受他们的痛苦。对，就跟他们接受我们的痛苦是一样的事情。哥哥男朋友到台湾那时候还是男朋友身份之后来台湾的时候，跟你们家人相处，所以经过了这样所谓反同的家庭。但是他来台湾是好玩的吧？就是我爸爸为我们规划了一整个过年假期的家族旅游，就是只有我们全家人，再加上我大哥的男朋友。因为我爸爸他在每年暑假都会带我们全家人出去玩，然后他这一次安排的
就是过年旅游，就把我们从小到大玩过的所有山、所有景点、所有旅馆全部住过一遍，带我大哥回顾一下他的小时候的同时，也把他的童年交给他的未婚夫，感人哦，超级感人，所以超好玩。但中间还很好玩，是我先高山症，然后我爸肠胃炎，然后就一个一个倒，刚好一个人好，另外一个人就倒，一个人好，另外一个人就倒，然后我们5个人全中标了，就我大哥的未婚夫没中标，那个时候还是未婚夫。就很好笑，然后全部结束之后，就是那个我大哥就是旅程结束的最后一天，换我大哥挂彩，然后他就跟他的那个未婚夫说：“接下来我要跟你说一句话，轮到你了。”他不是说我爱你，他是说轮到你。但是旅程结束之后，我大哥的未婚夫都没有生病。除了旅游发生这些事情外，还有发生什么事吗？我觉得其实整件事情最好笑的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大哥和他未婚夫来台湾之前，就是因为像我刚刚讲过，妈妈对同志这些不太了解嘛，所以我就很担心他在我大哥他们来过年的时候讲一些什么不太礼貌的话，可能让她老公受伤啊，或是我大哥受伤。她老公会听国语吗？没有，他听不太懂，所以就还好。确实。这件事情的起点就是有一天，我妈就突然打电话过来跟我讲说：“万君啊，你不要在我自己的粉丝专页上面发什么跟男生接吻的照片，这样子可能对你以后的未来啊，会对你的角色形象有所定型。”你为什么要在脸书上发表你跟男生接吻的照片？我没有。好，跟大家讲一下，那是一个那个短片的作品，然后我发表的那个呢，是我跟一个女生演的吻戏，可是她是短发的，所以然后就2个人只有侧脸，所以我妈可能以为那是一个男生，我就说妈，那是跟一个女生接吻，而且即使少来了，你就跟男生接吻也没有关系，反正是演戏。对，我就跟她说，这就是一个作品，即使今天我就是跟一个男生接吻放在那里，它是代表我的一个作品，是我演戏表演的身份。你有没有跟男生接吻过？有啊，就是演出的时候。好了，我问完了，然后请你继续。好，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妈，这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一下，就是你不要对这件事情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因为很快的哥哥就要跟她男朋友回来过年了，他们会接吻，对，而且会做更多。对，我们可能去景点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接吻拍照啊，对，那这时候就玩起来了。没错，没有这么过头。然后我妈就回我说，没有，弟弟你不要这么激动，你知道吗？妈妈也是很祝福他们2个，我每天都会祈祷，希望有一天呢，你哥哥跟他男朋友都可以找到他喜欢的女生。我就说妈，这就是不能讲的，这可以讲啦。我觉得讲这个也好啦，就让你哥哥了解你妈妈到底是从什么世界来的，然后就会，如果你哥哥想回应任何的话的话，他就跟妈妈说，姐就是同性恋其实是怎么一回事。可如果他也不想跟妈妈发生任何冲突，就让他讲说，好了，妈妈，你可以这样祈祷，可是就希望你知道，我们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啊？对，就过了。不过后来旅程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在一些什么接吻石前面啊，然后就我哥哥跟他老公，现在是老公，他们就真的有接吻，然后我妈妈帮他们拍照，而且拍了好多张。对，因为妈妈心里中总是会有带有希望的，他们现在接吻没有关系，反正以后他们会找到女生哦。我讲的重点是，我的重点是我妈帮他们拍照，然后大家都很开心。那个时候，我爸跟我讲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说：“万君，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观念跟你们的观念就是很不一样。你们现在对这件事情觉得很正常，可是我们现在能表现出这样，我们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我觉得现在要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就大家出柜的时候，不要认为父母好像一秒钟就要接受你们，因为他们也是你花了很多时间认识你自己，他们也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认识同志这件事情。我认为给父母3-5年真的不算太短的时间，是差不多的。然后他们都习惯这个我们同志在想，我不要说，我要讲说我们同志在想什么，我们同志在想什么，然后让他们去接受，真的需要一些时间啦。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在那个公投那段时间，是对我爸妈很不能谅解，就觉得说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能接受呢？为什么要剥夺别人爱的权利呢？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他们从小就被洗脑了，所以就是好。那你哥哥现在结婚多久了？2024年的年底才刚结婚。他们那个时候是开一个 Google Meet， 然后邀请各各方的亲友一起参加线上婚礼。对，线上婚礼，然后他们在那个我哥她老公家办。然后他爸爸当主婚人，在结婚典礼的时候还蛮好笑的，就是2边的家长都在线上，然后等主婚人就是老公的爸爸讲完话之后，主持完仪式之后，最后结尾是我爸爸的演讲。那段时间其实还蛮好笑的，因为我
爸的英文没有到超级流利。你爸是用英文讲的哦？没有，他有一部分用英文讲，但是当他讲到情感最深的时候，他还是用中文讲，因为他主要是想要讲给你哥哥听。对，我哥哥听，然后我哥是即席翻译，听完我爸的，然后现场翻译给大家。我们家这个老大脾气跟我一样比较冲，那他有些事情很龟毛，那希望你们能包容他，就是那一瞬间就觉得很温暖吧。我觉得蛮感动的。他就是一直在损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些损全部都表达出都是爱，他有多爱他，然后他有多接受这一段人。我觉得同志的家庭啊，真的一路走来会受过蛮多的批评或干嘛的。可是像万君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爱，特别是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然后能接受一个这样出柜的儿子，我真的觉得是伟大。然后大家真的不要心急，同志们出柜的时候会经过一些痛苦，但是结果我听到的都是好事。所以欢迎大家就是等到适当的时候跟父母出柜，会让我相信现在你爸妈妈跟你哥哥的关系一定变得更好，在结婚以后。他们一直都超级好的，因为他就是我们家算是事业最成功的儿子。万君的哥哥在金融业里面打转，所以薪水应该是不错，所以难怪他爸爸妈妈看万君现在在这个演艺圈里打转啊，都没有赚什么钱，也不太担心，反正养老不会靠他。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按赞、分享、小铃铛按下去给我点鼓励。我每个礼拜有直播，我也会回答你们所有的留言。现在老师跟万君玩一个游戏啦，猜猜我是谁？我是一个中日的混血儿。中日的混血，我在日本跟台湾都有发展，我还拍了一个广告是喝茶的，喝茶的。然后在台东有一棵树还用我的名字。台东有棵树，他连这都不知道，完了。我这个中日的混血儿，阿布玛利亚，阿布玛利亚完全是中日混血儿，很帅，是全台湾的第一男神，全台湾第一男神。你不知道他是谁？台东有棵树用我的名字。公布答案，金城武。金城武是中日混血。我的妈！我是会唱很多歌，会跳很多舞的一个大明星。然后你是女的？对，是女的。我是女的，我是女的。唱首歌，她的歌来。我怪美的。我知道是谁了，蔡依林啊。没错。我们是3个人的女生团体 S.H.E。对，侧脸很像我。有些人看到我说：“你该不会就是……”是我猜的对，我也认了。侧脸很像你，我不知道。我长得很像他。不要讲我是不是？不要讲你很像他，因为我不知道。好，他叫翻滚吧，阿信，他是超多同志男神，肌肉超大，眉毛粗，没错。同志朋友们都爱自己脸，不是同志朋友们都爱同志脸。我消失机会更好，谢谢班长，拜拜。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们说你哥是 gay 啊？之前好像我们没有聊到家人的部分吧？可是我请你来上我节目，你就说老师我哥是 gay， 你就直接这样讲就好了。希望我们全家人都能以上帝喜悦的方式过生活。我妈是全心全意爱着我哥，可是这个祷告词如果让我大哥听到，我觉得我大哥可能会有一点受伤吧。不可能会有人说什么你儿子是同志，那你也会下地狱。可是我妹妹的教会是这样跟他讲的，所以我妹妹知道我是同志，她说她支持我，万一我要下地狱，她会跟我一起下地狱。好，那。